大家好，越南的電子簽證在2024年11月11號正式的改到新版的網站申請。新的網站其實改得更人性化了，規則說明得很清楚，還有教學在上面可以看，所以對我們來說改版是好事。那這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版本的申請步驟。在申請之前呢，要先準備5樣東西。第一個有6個月效期的護照，第二個護照資料頁面的電子檔，第三個4x6寸的證件照的電子檔，第4個是越南的飯店地址，第5個就是付款的時候會用到的信用卡。要有6個月效期內的護照，大家應該都很清楚。護照資料頁面的電子檔可以使用 iPhone 的備忘錄功能，有一個掃描，直接掃描資料頁面就會自動存成 PDF 檔，傳到電腦上再存成 JPG 檔就可以了。用掃描功能的方式呢，會比拍照文字會更清楚，而且它會自動校正頁面為平整的程度。證件照的電子檔，簽證網站有要求要白色背景，不能戴帽子，不能戴眼鏡，臉朝正面，這跟我們一般拍證件照的要求是一樣，所以我們就拿在照相館裡面拍的證件照的電子檔就可以了。以上2種的電子檔都要小於4MB 以下，而且要是 JPG 檔才可以哦。接着是一定要填你在越南的飯店地址，所以看要不要先訂好越南的住宿再來申請簽證。你的飯店地址要填到區還有里的部分，等一下會再教大家怎麼看地址的資訊。最後付款要用到的是信用卡，所以請大家先把信用卡準備好哦。越南的電子簽證費用，單次入境是$25，多次入境是$50。說簽證你最多可以申請到90天的效期。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到申請的網站去吧。那申請的這個網址呢，我會附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。進來之後呢，按中間的這個紅色的 Apply Now 開始申請，它會先跳出一些注意事項，最主要是要拉到最下面確認看過了，然後有2個要勾，然後就按 Next。它會先要你上傳證件照還有護照資料頁面，需要小於4MB，要 JPG 檔，後面全部的填寫都必須要使用英文，不能有中文在裡面。我們要填的部分呢，就是有紅色星號的部分，那沒有紅色星號的部分呢，就可以選擇不要填寫。先要你輸入護照英文名，第一個 last name 就是你的姓 ，first name 名字，這就照你護照上面的名字拼音去寫上去。注意的是，我們的名字中間有一槓，要把這個一槓用空格去取代，不能把一槓填上去哦。好，那後面這裡呢，我們要填我們的生日，滑鼠點下去之後呢，它有一個日曆可以選，它的順序呢是日月年，就按日曆，然後再檢查一下對不對就好了。後面這個呢就是你的性別，是男生還是女生，填上去。下面一個呢是你的國籍，台灣是 T 開頭，它是按照 ABCD 的順序填的，台灣是 T 的第一個，這樣比較好找。下一個它會要你輸入身份證字號，那因為這個是沒有紅色星星的，那我們就是可以不要填它。接着它會要你填你的 email， 需要填一個你一定會收到信的 email， 因為這個 email 後續它會寄確認信，還有它的進度如何，所以不能填像是雅虎那一種的可能會被丟到垃圾信件的 email。下面這個呢是你的宗教信仰，如果沒有的話呢，你就填 no 或是填 none 都可以。下面這個是填你的出生地，就照你護照上面寫什麼你就把它填上去就好了。那後面这裡呢，就是要你再輸入一次你的 email， 這裡沒辦法複製貼上哦，這裡要你重新再一個字一個字的打上去。下面他會問你3個問題，他說你有沒有用過其他的護照進入過越南，基本就填沒有。你有沒有雙重國籍，這邊也是填沒有。那你有沒有違反過越南的法律，這邊也填沒有。第2大項呢是填一下你這個簽證的資料，你是要單次入境還是多次入境？那他會問你的 Visa 的有效期限要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呢？這邊的有效期限最多可以90天，就看你是哪一天要入境，哪一天要出境，就填這個期間就可以了。第3大項呢要來填護照資訊，第一個是要先填你的護照號碼，這邊是要填護照號碼，不是身份證字號哦，所以要注意。接下來發證的單位，那這邊沒有填紅色星號的話就可以不要填。後面這個就是問你的護照種類，那我們都是選一般護照，就選 ordinary passport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下面是要你填護照的有效起始日跟它的到期日，照護照上面寫的填上去。下面这個問題是問你有沒有其他有效的護照，就填沒有就好了。接下來第4大項是要填你的聯絡資訊，這邊會問你的永久居住地址還有聯絡地址。第一
個呢，我就填戶籍地址；第二個呢，就填你現在的現居地址。這個地址呢，你必須要用英文去填，所以這邊我們要去郵局的這個中翻英的地址翻譯網站，地址填上去之後，下面輸入驗證碼，按查詢。那它最後這邊呢，就會跳出你的英文地址是什麼，裡面有一個郵地區號，你要看下面這個郵地區號查詢，到時候填上去的時候，記得把郵地區號這4個中文字換成這個真正的郵地區號的數字。郵局的地址英文翻譯網站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，後面會要輸入我們自己的手機號碼，台灣的國際碼是+886，那後面再接着你的手機號碼09的0要把它去掉，從9開始輸入。在下面呢是你的緊急聯絡人資料，看你要填誰，把他的英文名字填上去。這裡的話是要填全名，所以你的姓跟名都是填在這一個。後面是填他的聯絡地址，照剛剛的步驟一樣，把緊急聯絡人地址填上去。這個緊急聯絡人的手機號碼是多少，一樣填上去。最後會問你跟這個緊急聯絡人的關係是什麼？因為這一個是自由填寫，我會把幾個比較常見的關係的英文翻譯貼在下面的資訊欄裡面哦。下面第5項是問你的職業，整欄都是沒有紅色星號的，所以就是可以不用填寫，就直接跳過。第6個呢是它會要你填寫你這次旅行的資訊，入境目的是什麼？這邊我們就會填旅遊 tourism。這邊的話我是填 tourist， 就是遊客的意思。那比較特別的是下面還有一個 transit travel， 在越南過境轉機而已，真的是只要轉機的話，你也可以選這個選項。下面的話問你說你什麼時候想要入境，就填你預計入境的日期。後面這個天數的話，它會直接帶入，按照你剛剛上面填寫的簽證有效日期的天數來直接帶入，說你會在越南待幾天。好，那它後面這個是越南的電話號碼，沒有紅色星號就不填寫。那下面這裡它還會要你填飯店的地址，到 Google Map 去找你飯店的 Google 的地址，然後直接把地址那邊複製貼上。複製貼上之後呢，它下面會有幾個選項可以選，可以看它最前面的話呢是它的幾號，第2個部分呢是它的路名，第3個部分呢是它的里，第4個部分呢是它的區，第5個部分呢是這個是什麼城市，就按照這個邏輯去看哪一個是最符合你的地址的選項。後面這裡的填寫呢，第一個是要填這是什麼城市，下一個是這是什麼區，然後下一個是這是什麼里，按照我剛剛講解的這個順序去對照把它選起來。那因為這裡都是下拉選拔式的，所以不用太擔心，它的選項都會在裡面。接下來問你說你打算從哪一個港口哪一個機場入境，它是機場還有港口還有陸地上的那個邊界檢查站都有寫在裡面。所以像我選的這個岘港機場下面還有一個岘港港口，注意不要選錯咯。如果你是機場入境的話，要選擇後面這個是 airport的選項，後面這個出境的時候是從哪一個機場，最後面這個它有一個要打勾，它是問你說你保證你填的這些資訊都是符合越南當地法律，然後誠實申報。那下面又問你3個問題，第一個是你到越南之後有沒有要跟任何的機構單位或是人去做聯絡，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填沒有。第2個是你過去1年內有沒有入境過越南，像我有的話呢，我就是誠實的勾有，然後它就會跳出一個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，然後入境的目的是什麼，所以這裡就誠實的填寫就好了。在下面第3個問題是問你有沒有親戚住在越南，就填沒有。那第7個呢是問你有沒有帶着小孩，因為小孩自己也是要獨立申請一個簽證的，所以就算你有帶14歲以下的孩童，你這邊也可以不用填寫，因為你還是要幫他額外辦一個獨立的簽證。第8個呢是問你這趟旅程打算要花多少錢啊，然後你有沒有買保險啊，那這些都是沒有紅色星星，所以就不用填。最後下面這個再打勾，說你申報的都是正確，然後符合越南的當地法律等等等，然後就按 next。next 之後呢，我們會進入到第2部分，會要確認剛剛填寫的資料有沒有都正確。確認好之後，最後輸入驗證碼，然後按 next， 就會跳出這個小視窗。第1行是這一次申請的編號，它記下來截圖下來之後要查詢下載電子簽證，都是需要用到這個編號。確認 OK 之後
後就按下面這個 confirm， 然後就會跳到下一步，付錢是單次入境還是多次入境，它就會跳是25美金還是50美金，這邊要打勾我同意來去付款。接着呢就會進入到輸入信用卡，好，那你要先選你是用 Visa、Master 還是 JCB 来去做付款。進來之後把你的信用卡資料填上去，最後按 Continue， 付款成功，它就會跳出付款成功的頁面。付款成功之後可以在這个網站去做查詢，我們就在這個網站的上面這裡有一個 Search， 要輸入申請的編號、email、生日，輸入驗證碼之後呢就可以做查詢。申請的狀態這邊就會寫是 Processing， 申請成功之後呢，這個搜尋的這個地方就會跳出下載你的電子簽證的地方，把你的電子簽證下載下來。入境越南的時候呢，就要把這個簽證印下來，黑白的或彩色的都可以，跟護照一起拿給海關。以上就是這次最新版本的越南電子簽證申請。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，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，會盡量回答大家。先祝大家申請簽證順利成功，拜拜。